就算偶然吵架，沒有假野獸，像塵埃給輕輕抹走。愛與人的富有，父母愛極深厚溫柔，溫馨的一對手，若新可變舊，餐台破舊會搬走，唯有情共愛是永恆。在住手，當風也讓我避雨，在我失意時，為我吃苦也會樂意，從來在意，絕對也真摯，無止境的愛，細說誰願意？唐医生啊，我是佳佳姐呀，你太太现在快要生了，我现在在医院，你尽快回我电话好不好？麻烦你。喂，阿荣啊，你在哪里啊？在学校在学校？你在做什么呀？开会啊，你找我有事啊？没有，我刚才呢是要找阿静的，结果按成你的电话了。你在学校开会啊？没事了，那我不打扰你了啊。好了，拜拜。喂，老公啊，哎，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我手忙脚乱，乱成一团了。我刚才没时间打给你啊。徐太太生了，这么快啊？是啊。才32周哎！是啊，她早产了。刚才呢，你叫我去找她，一到那里啊，看到她已经疼得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一直叫疼啊疼啊，我就叫她别害怕别害怕，然后打算送她去医院。她跟我说羊水破了，我就马上扶她进电梯，准备叫救护车。她说快生了快生了，哇！我紧张的要命啊！幸好那时候我想起我跟你进过产房，想起那些程序，我叫她不要紧张，呼吸深呼吸，用力用力，一直安抚她。哎呀，生了个儿子，母子平安啊！哎呀，听你说的我都直冒冷汗呢。还好你镇定啊，不然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是啊，原来她说啊，她老公去外地出差，没人照顾她，她姐姐呢在坐月子，所以什么都没准备。我正要去帮她买点东西。我们能帮就尽量的帮了。那待会儿你见到她呢，问她孩子的东西买齐了没有，缺少什么的话，我们就帮她去买了。什么都没买啊，我已经写好了，我先去买点东西啊。那你快去吧。走了。替我问候她。好。喂，唐医生啊，哎呀，你终于回我的电话了。哎，唐太太，佳佳姐，恭喜你，恭喜你呀！你呀，生了个宝贝女儿。恭喜恭喜，她几磅啊？7磅2。哇，那是种马的宝宝喽。一定很可爱哦。是不是很累呀？是哦。好好休息啊。但是现在呢，你还不能吃补品，等再过几天呢，我明天煮粥给你喝，好不好？那你想喝什么粥啊？子期。哎呀，太好了，唐医生你来了。你来干什么？我不想看见你啊！你不要这样，女儿怎么样？女儿的事不用你管。你说要离婚的吗？你离婚就是不要我，不要女儿了。你赶快走啊！我不想看见你，你走啊！你不要这样，你先冷静下来。你走啊！我不想听见你的声音，你快走，不要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唐太太，要是伤口裂开，肯定会很痛的。你不想见他是不是？那我叫他出去好不好？好啊，你帮我把他赶走。哎呀，唐医生啊，他现在刚刚生完孩子，会觉得很累的。他的情绪这么激动，我看你先出去，让他好好休息了啊！来啊，唐医生，你在搞什么呢？唐太太她说的是不是真的？她一直怀疑你有第三者。哎，那私人事情我不想多说。无论我跟子期的关系是怎么样都好，我都会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去照顾女儿。至于子期，
我想他暂时不想看到我，我也没必要去刺激他，只能拜托佳佳姐你好好的照顾他。如果他有任何需要的话，麻烦你马上通知我，好吗？我去看看女儿。哎呀，这对夫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又是叉烧饭！我们已经每天中午都吃叉烧饭了，还以为回到家有4菜1汤呢。其实妈咪想暗示生块叉烧比生米要好。我跟你爸爸呢，今天在医院里整整忙了1天，我没力气做菜了。体谅一下别人，别嫌弃了，能吃饱就好，将就一下吧，两位公子。其实我吃什么都没有关系，最重要是妈咪有没有帮老爸买柚子叶洗澡呢？是吧？对啊，毕竟他今天帮一个女人接生嘛，人家说这种事儿很邪门的。哼，无聊，真无聊！你爸爸才没你们2个那么迷信呢。你们2个啊，居然说这种话，还要说去大总管帮忙。今天幸好是我坐镇呢，要是你们2个，肯定比乱世佳人还要乱。那以后大总管可以多项服务，做接生婆帮人接生了，有老爸扛大旗。你看这俩孩子。老爸妈咪，哎，阿荣，你是张老师？伯母你好。今天特地送阿荣回来的。是啊，伯父你好。哎，你好，你好，大家好。你猜他是不是未来姐夫啊？长得还挺帅。阿荣，为什么今天叫张老师送你回来？因为张老师看我拿那么多作业，所以就送我回来了。哦，张老师，谢谢你送我回来，你把作业给我，我拿到房间去。小心啊，小心重啊。张老师啊，我听阿荣说呢，你们学校工作很多，今天整个下午都是在开会的哦。是啊，我们今天下午所有老师都要开会。现在当老师跟以前不一样了，除了要上课之外呢，还要兼顾行政工作，还要带课外活动，很多工作。哎呀，我不打扰你们吃饭了，我告辞了。晚上想吃什么？日本料理好吗？诸葛老师，还要留下改作业啊？哦，是啊。你这么多作业，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哎，有啊。我呢想拿作业回家改，不过呢又觉得很重，你介不介意送我回家？不介意，简直求之不得。还有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撒一次谎？啊？哎呀，老婆啊，你翻来翻去的，做了一整天，你不累吗？睡吧。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本来我不想说的，但是我越想越觉得不舒服。啊？你不舒服啊？不舒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不是生病，只是我今天送唐太太到医院去的时候，我好像看到阿荣了。你说唐太太跟她老公之间的第三者可能是阿荣？我就是觉得那个女人像阿荣，我才会这么怀疑嘛。但是当时只有1/10秒，车子开过去只看到一眼，所以我不敢肯定有没有眼花看错。会不会只是长得像啊？阿荣说了，她下午在学校开会嘛，张老师也跟她在一起。就算那个女人不是阿荣，但是我突然想到，那个唐医生啊，看起来真的很面熟啊，很像阿荣当年交的那个男朋友哎。当年阿荣呢，跟那个男孩子只拍了1张照片，给我们看了一眼，而且呢，你跟他吵架的时候已经被你撕掉了。隔了10几年，只看了一眼，你还记他长什么样？哎，那件事情啊，已经过去10几年了。后来那个人也去外国留学了，他们应该没有联系了吧？你说的也对。哎，你呀，每天陪着唐太太，你太同情她了，所以想的太多了。睡吧睡吧，你明天还要去看徐太太啊，赶快睡吧，老婆啊！哎呀，哇，发生什么事啊？这么多人？是什么事啊？这么多记者！哇，电视台出动了！哎，出来了！出来了！徐先生，恭喜你，徐先生，终于追到一个男丁了，是不是很高兴啊？是。喂，那个就是徐太太。哇，原来她是大富翁徐先生的儿媳妇。那也就是正宗的千亿儿媳妇了。说两句。诸葛先生，
老公，就是他救了我们的小宝宝。你好，你好，徐先生你好，你好，太感谢你了。别客气，别客气。最重要是徐太太母子平安呐。我亲戚介绍你们大总管帮我坐月子，还有帮我带孩子，想不到现在还帮我接生。是你帮徐太太接生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情况？我呢，当时正好去找她啊，是。哇，你们看这里，那这里登了老爸跟那个徐富豪握手的照片，那上面还写徐富豪的唯一男孙是靠老爸的一双妙手救回来的。我看这边呢还写老爸之前呢曾经帮王伯义务维修水电，说老爸是万能助理啊。老爸，你最近真的很红啊，连我们大总管也跟着沾光了。何止啊，连网上的搜寻器都可以搜到我们了。哇，那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好啊。总之，这次最大的功劳者是你老爸。今天晚上的庆功宴呢，我请客。哇！已经叫阿金去拿位子了。喂，其实这也没什么呀，帮别人是应该的。就算在路上我看到了，也一样会帮他呀。这些传媒啊，也实在太夸张了吧？这一次呢，他们免费帮我们宣传，还得要感谢他们呢。阿荣、阿金，把这几张报纸剪下来，找个最显眼的地方贴起来。好。阿乔，把这个报道呢放进电脑，再放到大总管的网页上啊。好。喂，要放上网页？哎，等，喂，接生那一段呢，不要放上去了，好不好？怎么了？你怕会抢了我的风头吗？我不会介意的。那最重要就是接到更多生意，我封你为陪月王。喂，别开玩笑！哎呀，别开玩笑！好，谢谢你。阿金说了有位子，我们可以过去了。哎，好，走吧。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喝汽水啊？想喝什么就叫啦。今天特准你们喝汽水。好啊！哎，2瓶苏打汽水啊！我也要2瓶。这个套餐不是饮料任喝吗？哦，怪不得这么大方。嘿，这是妈咪本色，的确精打细算。哎，金乐，我不记得跟你说了，本来呢安排你去唐太太那里做陪月，但是她现在情绪呢又有点特殊，而且情绪不稳定。那我想呢，先由我去负责吧，等她比较稳定了，再让你去接了。其实啊，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唐太太那里呢，我想我真的不太会照顾她。要是又像上次这样，不小心说错话刺激到她，她哭也就算了，万一看不开，那我该怎么办呢？唐太太现在情况怎么样？她整天动不动就哭，还把宝宝也弄哭了。反正啊，现在我房子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做，唐太太我交还给你了，佳佳姐。好啊，就这么决定了啊。喂，老公啊。你之前不是答应过金乐帮他做柜子，做的怎么样了？木板已经锯好了，一切都准备就绪，只要搬进去装起来就可以了。哎，那明天我就帮你装。好，顺便叫志叔给你换把锁，那你就可以正式的搬进新家。考不坤看，干嘛老是要找志叔呢？少见几次面不行吗？他已经改过自新了嘛。改呀，我看不可能。金乐，你的门锁我去帮你换。好，考不坤看。我去一下洗手间。啊？什么？他不让你见宝宝？那是你女儿，你想见她，我当然了解了。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我今天送唐太太到医院去的时候，我好像看到阿荣了。哎，老爸，你去洗手间啊？没看你走过。当然了，你讲电话讲得那么专心。阿荣啊，明天呢，我去帮金乐装柜子。要是你有兴趣的话，来当我的助手吧。你也很久没当我的小助手了，啊，明天啊，来一个妇女档也好啊。没问题，走进去吧。哎，搞定。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啊，对了，差点忘记了。来，金乐。这一份是我和你乔迁之喜的礼物一个家里面当然要把儿子女儿放进去才圆满嘛。考不坤看，这份礼物啊真的很有意义。金乐啊，真羡慕你啊，有了新房子，还有礼物收。你不用羡慕别人。你记不记得之前我答应送你一个新的电锯？我上网订了，很快送到。咦，我也有礼物啊。我去选一张照片。哎，我先把这个弄好。
哇，何哥，你们父女俩真有默契，就像心灵相通似的。哎，这个孩子啊，小时候呢已经在旁边看我做木匠活了。啊，那个时候啊，我做木工，他就在旁边陪我。我需要什么工具，他就自动递给我。你佳佳姐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会有耐性陪着你做木工？其实啊，妈咪不知道老爸偷偷的放了些巧克力在工具箱里面，所以别人呢以为我在拿螺丝钉，其实呢我是在偷吃巧克力。哎呀，搞定了，哎，来，好，何哥，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我整个房子的家具都是你帮我做的，而且手工还很好呢。不用客气。当然好了，我们家所有的家具都是老爸自己做的。其实老爸以前曾经想开家具店呢。为什么不开呢？哎，你佳佳姐不答应嘛。哦，你在佳佳姐面前不要提起这件事情啊。哎，糟糕，怎么了？我在煮姜醋，忘记看火了。啊，好香啊！应该没有烧焦。何哥，请你帮我尝尝味道。啊，哇，好香啊！哎，偷吃一点没关系，我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哎，好，我没有吃啊。咦，老爸，你不舒服啊？走得这么慢？不是啊，散步当然是慢慢走了。嘿嘿，来，老爸跟你聊聊天啊。哎，算了，我还是直说吧。你也知道我是个老实人，根本不会说谎话。其实有件事我想当面问清楚。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你说如果要追求幸福，就要有所牺牲，值不值得？你意思是不是说你想跟唐医生在一起，你就牺牲自己，做第三者你也不计较，是吗？那天你妈咪送唐太太去医院，她说看到有个女人像你坐在唐医生的车上，那个女人是不是你啊？阿荣，你知道我就你一个女儿，从小到大我们感情都很好，我并不是想逼你，我担心你，我是想关心你啊。老爸，全家人里面我最信任你了，我不会骗你的。是，那天妈咪看到的女人是我，我跟手里就是唐医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啊，原来唐医生就是你当年那个男朋友啊？当年妈咪不让我们交往，手里就去了加拿大读书，那个女人就趁虚而入，耍了很多手段，还藏起我寄给手里的信呢。她故意拆散我们，所以她今天才可以成为唐太太的。与其说我是第三者，倒不如说她是当时拆散我们的第三者。不过我现在的的确确是破坏了她的家庭。哎，这件事确实比我想象中复杂多了，我这个老爸都不知道该给什么意见。不止老爸你，我自己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准备顺其自然，再看情况。但是你知道，妈咪是一个很保守、很传统的女人，她那么关心唐太太，一定会反对我们的。干脆像手里说的，躲去加拿大，就可以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就当没事发生了。我明白了，你突然要送一把电锯给我，意思就是在离开之前送一样东西给我做纪念。你送电锯就表示锯断跟家里的关系，你以后再也不回来了。老爸，全家人里面呢，我最舍不得的人就是你。我了解，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决定，所有的亲戚朋友可能都不会接受你们。是，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可能也是个办法。但是老爸还是希望你考虑清楚，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对任何一方都有很大的影响。你考虑清楚，妈咪那边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是个贱女人，死缠着我老公不放，简直就是个狐狸精。希望她生的孩子是白痴。应该去讲话不用这么毒吧？诅咒小孩子，孩子做错什么了？我们讲话你插什么嘴啊？闲着没事干的。就是。这块有绿色、有白色、有黄色，称之为福禄寿，很稀有的。福禄寿？是啊。喂，我不是要福禄寿，我要保他平安的。这块玉有福有禄有寿，当然能保平安了。能不能保他坐飞机平安呢？能。这只是福禄寿，我还想保他开心快乐。可以的。他去的地方很远的。行。喂，一块玉能保这么多方面，是不是真的？请你赶快离开这儿，不想买就不要来吧，没事瞎捣蛋。做生意的这种服务态度，不行。老婆，哇，老婆你太厉害了，英文网页你也看得懂。哎呀，所以查得我晕头转向的。喂，人家外国的网页啊，资料齐全多了。我想要找一些个产后抑郁的资料。下午呢，我就要去接唐太太出院了。怎么说呢，在医院里头有护士可以帮忙照顾她嘛。你刚刚到哪儿去了？我啊，刚才呢经过那些卖玉器的商店，就进去看了看。我想买几块玉，给几个孩子保平安。哎，你不要贪小便宜了，买那些干什么呢？老买一些个没用的东西。喂，大总管，诸葛进现在不在，请你打他手机。啊，他没带手机啊？哎，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啊？关堂警署。哦，好啊，谢谢你。什么事啊？警察找阿静干什么？我也一头雾水呀。他说什么伤人案已经抓到人了，通知阿静去认人呢。哎呀，记性太差了，手机忘了拿了。怎么了，老爸？怎么了，妈咪？我问你怎么回事才对呀！你给我老实说，为什么警察会打来公司找你啊？什么伤人案抓什么人呢？到底怎么回事啊？整件事呢就是这样，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们，只是件小事嘛。你现在被砍伤了还说是小事，我快被你气死了。你呀，你现在还对那个智叔那么好啊？你看他现在害得我们儿子被砍伤了。我明白，但是就因为智叔已经改过自新了，不肯跟那些人同流合污，那些人才找他麻烦。这个就叫做生命没有 take two 咯。以前呢干尽坏事，现在说改过自新就行了，人家不会放过他的。了解。那倒霉的却是我们儿子啊，他行得正，坐得稳，心地善良，大好前途，但是好人却没有好报哎。阿静啊，你想帮他的话，打个电话报警就已经够了。那现在警署都通知要我去认人，就表示已经抓到了，没事了。总之招惹到那个智叔，就等于自找麻烦。我看呢，你还是去跟他说，以后我们不做开锁服务了，不会再跟他联络了。哦，阿金，你听到了？那你不要介意啊，我并不是针对你老爸，但是你知道我家里几个人有老有小，我这个做妈的会很担心的。这我懂，我也是小生的妈咪，知道当妈咪的是会很担心。我没事。那你没事就最好了。那我现在要去接唐太太出院了啊，路上小心啊。知道了。阿金呐，你可不要怪佳佳姐心直口快啊，她是因为担心阿静。我明白，我真的没事。这次真是太不凑巧了。哎，我本来打算找个借口，找妈咪跟智叔一起吃个饭，联络一下感情，看来要等一段时间了。看来要等很久才行啊。谢谢你啊。好了，我们可以走了。你想自己抱小宝宝还是我抱啊？我想自己抱。好啊，那给你抱了啊。哎，小心点哦。哎呀，子琪。啊，唐医生。幸好你们还没走，我请了几个小时的假。你不要走过来，你不用再装好人了，我不稀罕。我是真心想关心女儿，李医生说她需要照灯啊。对呀，你看唐医生多关心孩子啊。为了你女儿着想呢，你不要跟她闹得这么僵了，说不定会有转机呢。转机？怎么会有转机呀？她所有事情都已经计划好了，现在你心里只有那个女人而已。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孩子是我的，你不要妄想能把她抢走。我拜托你走吧，你赶快走吧，好不好？我不想看到你。不要激动，
这个孩子是你的，没有人能把他抢走的吗？啊，你放心，你放心了。你不想看到他是吧？我就叫他走了啊。唐医生啊，来，你还是先回去吧，别让他生气了。那你放心吧，我会照顾他的。走吧。喂，佳佳姐，我是唐医生，我想问问孩子的情况。又是你啊！宝宝刚才喝了3盎司的奶，现在睡着了，他很好啊。对呀。哎，老婆回来了。老公，哎，好累啊。哦，来，坐下。哎呀，好累，家里没事吧？报告西欧大人，在内务方面呢，今天开洗衣机3次，拖地拖了1次，做饭做了2次。我只是随便问问嘛。哎，老婆，你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是啊。你陪着那个唐太太一天，看起来好像比做1天苦工还要累啊。哎，那个只是一个客户，你不用这么紧张吧？如果太辛苦的话呢，还是要经乐去陪她吧。要是金乐能够照顾他的话，我也就不用累成这样了。唐太太现在这种情形啊，少看一眼我都担心呢。了解。哎，我是怕你太劳累了。那就让我早点休息，不跟你聊了，我进去洗澡睡觉了。好。哎呀，每天去陪唐太太，很快就会发现阿荣的事情。阿静。老爸，嘿，你正好也准备走啊？嘿，时间刚刚好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回来啊？你妈咪今天呢会很晚回来，阿乔跟阿峰呢也说约了人，所以我就过来等你下班，我们一起吃饭，走吧。但是我约了阿金了。了解。好了，请继续约你的会啊。只是吃饭嘛，跟我一起去吧。我才不跟你去呢，小傻瓜，你约会我当电灯泡啊？而且你们刚刚开始，怎么可以带着老爸去破坏气氛？他会吓跑的。整一下头发，行不行？行，当然行了。好，去约会吧。好，那我走了，拜拜啊！拜拜。哦，不回来。阿荣啊，是啊，我想。哦，你有事情啊，不回来吃饭。好了，那就在外面吃吧。啊，好，我当然有人陪了，傻瓜。好了，拜拜。你回来了。老爸，为什么这么晚才吃饭啊？因为你妈咪不回来吃饭，另外3个也不爱回家，我就自己吃了。你吃过了吗？我去煮面给你吃。老爸，我吃过了，你打给我嘛，让我回来陪你吃饭。乖，对我最关心的人就是你了。不过刚才我没浪费时间，我自己一个人逛街，买了个东西送给你。买什么？那个老板说啊，因为紫玉呢是代表喜玉，你戴上之后就会为你带来好运。很漂亮啊。阿荣啊，你呢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呢，老爸想帮也帮不了，只能希望你能快乐。谢谢老爸。请问为什么你只吃面没有菜啊？一个人还能做什么菜啊？打开冰箱一看，里边剩菜都没有啊！喂，你妈咪最近呢很忙，没有时间做菜。
对了，说起你妈咪呢，最近她真的很劳累，你也知道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这个家。阿荣啊，以后你走也好，不走也好，永远要记住，你妈咪是最爱你的。知道了，老爸。去哪儿？我去煮1碗面，1把青菜，陪老爸你一起吃。最近我妈咪呢一直在忙着照顾唐太太，等她忙完这次之后呢，约志叔一起喝茶。佳佳姐对她的印象太差了，不是喝1、2次茶就能够改变的。那你之前对她印象更差，现在也有说有笑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怕你吃力不讨好。哎，哇！怎么了？有蚊子啊？蚊子致癌，我每一次来到新界啊，总是被蚊子叮得一身是包。我去帮你买驱蚊贴片。哎，不用了，现在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哎呀，这么多蚊子怎么打呀？喂，你干嘛呀？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其实蚊子也很爱我。喂，过来看，过来叮了啊！那拜托不要叮我的 Honey 啊！喂，别这么傻了，小心被叮得像个猪头一样。刀我都帮你挡了，被蚊子叮算什么？我当然赏赐给他们。那我妈咪那儿呢，还需要点时间去说服她，但是挡刀挡蚊子可以随时奉陪。蚊子，谢谢你。哎呀，昨天你睡了不到4个小时，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哎，怎么不多睡会儿啊？来，先吃早餐吧。我根本就睡不着。买了什么了？三明治。居然叫小应该声泡妞。学一学了。哎，妈咪，阿静，这么早啊？还早啊？哎，怎么你们2个会一起来上班呢？哦，我们在楼下遇到，就吃了早餐再上来了。怎么了？我看，哎呀，被蚊子叮成这个样子，你到哪儿去了？咦，你怎么也是这样？怎么回事啊？哎呀，说起来就惨了。昨天呢，我们去西贡见客户，结果那间村屋附近都是草地，蚊子毒得要命，那我们就惨遭毒手了。这笔生意真是有血有汗哦。是啊，还好谈成了，总算牺牲的有价值。那经过这次血淋淋的教训，经一事长一智，以后通知所有的姐姐，去新界开工记得要带驱蚊剂。老爸有道理啊，我们待会儿就出去买些驱蚊剂放在公司啊。对啊，妈咪，你说最近不回公司了，今天怎么回来了？我就是怕呢，要是我再不回来的话，有人就要造反了。我知道你叫贤姐去蓝田的邓太太那儿做陪月吗？她却嫌远，不愿意去。还有啊，你叫青姐去探望一位产妇，她却一直不去，是不是？佳佳姐，你装了针孔摄录机啊？哦，嘿，这点不用问了，一定是探子回报。你佳佳姐啊，就是担心他们欺负你，不听你的指挥，所以今天特地回来坐镇。待会儿会跟几个大姐开会，等打过招呼之后呢，以后你们做事就方便多了。那这道竹笼蒸虾饭是这里的招牌菜，大家一定要吃。待会儿还有甜品呢，那个什么西米布丁。喂，大家不要跟佳佳姐客气啊！哎，是啊，不够的话呢，要不要再炒几个什么菜？哎，不用，我们已经吃不下了。哎，佳佳姐和哥啊，不用客气了啊！哎，大家进公司这么久了，平时都各忙各的。那现在公司呢？算是上了轨道了，这都要谢谢各位姐姐的帮忙了。是佳佳姐你领导有方，是你教我们的。既然收了人家的钱，就要好好的做事。对呀，最近怎么都不见你啊？哦，我最近呢去帮唐太太坐月子了，公司的事呢全都交给阿静了。哦，我们一定会盯紧手下的，绝对不会敷衍了事的。太好了，那我就可以放心了。谢谢你们。哎呀，谢谢啊，各位，谢谢。对了，何哥，你不是说想在公司加个铁架吗？过2天叫我侄子帮你做吧。哦，在五金行做事的那个侄子啊？旺仔哦，旺仔啊，旺仔，对。你那个侄子人品挺好的，人很踏实又不花心，现在很难找到这种男孩子。是很老实。有女朋友了吧？哎，哪有啊？他那个人木木呆呆的，整天就知道工作。他妈咪一天到晚都在担心他，30几岁都交不到女朋友。哎，阿静啊，你考虑一下啦，
大家年龄又差不多，对不对？可以聊聊天的。是啊，我们大家一起去烤肉，介绍他们认识。好啊。妈咪，你就不要做这种鸡婆媒人了，你看人家多尴尬。对呀，你又不是她男朋友，你干嘛这么紧张呢？人家阿青都没反对。多认识一个朋友也好啊。我看星座书说我今年旺桃花，而且要争取主动，多认识一些人。哇，能这样想就对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嘛，女人主动呢，没人会笑的。但是你主动归主动，也不要太着急，把男的吓跑就不好了哈。什么？你别小看我啊！以后我发喜帖，你一定要准备一个大红包给我。哦。对了，老公啊，今天早上你觉不觉得阿健跟阿金好像有点怪怪的？不会啊。还不会啊？哎呀，两个一直在那聊个不停啊，有那么多话好聊吗？根本就像当年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不像上司跟下属。哦，所以你故意帮阿金做媒人，目的是想试试儿子，对吗？不要忘了，我们儿子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是做人事部经理的，他的人际关系当然搞得好了。喂，他跟玉姐呀、欣姐呀、莲姐都聊得来，怕不怕他们以后做你儿媳妇啊？我呸！想想应该也不会哦。阿庆的眼光都那么高，之前那几个女朋友 Debbie 呀、跟 Sammy 那些，个个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却嫌弃人家，一个就说他没内涵，一个又说他只会打扮却不会做家务。现在这个阿庆连中学都没毕业，还有那个有那种背景的老爸，应该不可能吧？相差太远了，我杞人忧天而已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呀。那我跟你就是最好的示范单位。我念的书比你少，家庭背景比你差，我们也一样做了几十年夫妻，没听说过你有半句怨言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忍受，你怎么知道啊？抛锚。佳佳姐，唐太太怎么样？她又不肯吃，又不肯睡。连我煮的洛神陈皮开胃茶，他都不敢喝，一直抱着孩子，这样做了3个小时，没动过，没说过话，真可怜。佳佳姐，你劝劝他。糟糕了！唐太太，这么晚你上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既然你不知道，那你先下来慢慢想清楚啊！我好乱呢，我求求你告诉我，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唐太太，如果有些事情你很想挽回的话呢，是应该尽力去争取的。但是如果已经无法挽回了，你就要学习怎么去放下呀。你现在这样做，对小宝宝不好，对你自己就更不好了。你想想，其实你身边还有很多人关心你的、疼爱你的，奶奶多疼你，对不对？还有我呢，我也很关心你的。你千万不要放弃啊！来，你把小宝宝给我啊，给我抱啊！来呀！哎，你为什么抢我的孩子？给我抱！你不要抢我的孩子！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你走开啊！你不要抢我的孩子！他！哎呀！救命啊！救命啊！佳佳姐！佳佳姐，你有命！佳佳姐，你没吓到吧？对不起，对
事，没事。喂，哦，唐太太，唐太太，是，你说什么？摔下楼了？什么？喂，哎，你现在在哪间医院？哦，好好，我马上赶过去，你不要离开啊！怎么了，老爸？唐太太打电话来说你妈咪摔下楼了。啊？怎么会这样？这么严重啊？哎，有没有说现在怎么样了？哎，他慌慌张张也没说清楚，我现在要马上赶去医院呀！快去换衣服，快换衣服，快点！喂，阿荣啊，哎，那个唐太太，哎，你明天早班你不要去了，你等消息吧。老爸没有关系，妈咪进医院我怎么能不去呢？喂，阿静，妈咪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现在人在哪儿？老爸，你不用这么紧张。刚才我问过护士小姐，妈咪呢胳膊脱臼，现在在里面等着医生来帮她接回去。哦，那我就放心了，幸好只是胳膊脱臼啊。老爸，我去看看妈咪。啊，去吧去吧。唐太太，一晚上走来走去，你应该很累了，回到家里就赶紧休息吧。嗯。哦，我看你们一家人的感情挺好的。是啊，我们家里呢有句口头禅，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到你妹妹，觉得有点面熟。她在医院工作。哦，不是，她是老师。哪间学校？赵美长纪念中学。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啊？哦，诸葛荣。老爸，我去看看妈咪。细聽幸福節奏，就算眼前鋪滿着一對。